对20-30岁的青年来说，爸妈差不多到了50岁上下，可能在面临一些中年危机，常常会自我怀疑。而关于中年危机的概念，相信大家应该不算陌生。但关于年轻人的青年危机，过去的研究跟讨论可能就比较少了。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年危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你是不是会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卡住了呢？不管是工作啊，还是感情，好像都有点失败。明明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直想要辞职，但不知不觉就还是做了个2-3年，因为发现根本没有本钱放弃这份薪水。又或者虽然没有特别想要结婚生子，但打开社群平台，常常看到自己的朋友又要结婚，或是准备当爸妈，换了更好的工作。相较之下，我觉得只有自己一直原地踏步。那如果刚刚说的这些你有中好几个哦，那么你可能在面临所谓的青年危机。不过别担心，这世界上有将近80%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都有一样的感觉。但青年危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谁的错？如果我已经陷入了青年危机的状况，又可以怎么样帮助自己呢？在正式进入今天的影片之前，按照惯例，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祺基地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计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计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喽。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新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所谓的青年危机，指的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到出社会之后，容易面临到的一种心理状态。面对青年危机的人，常常会自我质疑，甚至是自我否定。而如果长期处在这种困惑跟压力的状态，但没有妥善处理，对心理健康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伤害。不过，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比起青年危机，大家更常听到的可能是中年危机。的确，过去心理学家还有社会学家多半比较关心青少年或者是中年人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危机，而这些危机可能是因为人的状态改变，但调试不过来，所以有卡关的感觉。但最近几年哦，学者们慢慢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都表示自己人生卡关，需要帮助。知名的商业社群 LinkedIn 呢，在2017年就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全球有75% 的年轻人都表示自己正在遭遇青年危机。这显示了一件事情哦，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其实非常普遍。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状况，会让那么多人都面临青年危机呢？有人认为，之所以会有青年危机，是因为过去这10几年来的青年呢，大部分都出生在经济稳定的时代，他们的学生时期过得太安逸了，所以社会才会很难适应这样的竞争力。在世界各地，青年们常常会被贴上一些标签，像是美国的千禧世代、日本的宽松世代，还有台湾的草莓族。而这些标签之间有个共同点哦，就是认为这群人小时候过太好，长大后抗压性很差。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哦，青年危机的出现可能只是以往的青少年危机在高等教育普及之后被顺势延后了。以前教育不发达，经济比较差，很多人中学毕业，在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出社会赚钱，被迫要当个小大人。而在那个时代，很多类似处境的青少年都会因为不习惯这样的转换，面临很大的压力。但对于现代人来说，他可能一直到20几岁都还是学生，并不用当起一个小大人，更不会面对到青少年危机。但人总是要出社会，该还的还是得还。于是过去被跳过的青少年危机，在大学或是研究所毕业之后，还是以青年危机的形态找上了大家。换句话说，这种因为出社会而突然要扛下的对于大人的期待，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在，并没有消失，只是因为环境改变了，现代人要面对这个压力的时间，从青少年被延后到了青年。而且也有人认为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改变，还不只是把危机的时间往后延而已，大家连思考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了。根据一份美国对于大学新生做的调查发现，在1967年，只有42% 的大学生觉得要在毕业之后赚很多钱，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却暴增到了71%。换句话说，这40年来，大家可能越来越看重物质生活。所以有人就解释因为大家现在的需求更多，所以担心无法赚大钱的压力也跟着变高。以前只要能够吃饱穿暖有地方住，就已经是过得很好了。那到了现在，吃穿基本上不成问题，但大家还是得要
额外烦恼自己的手机啊、电脑规格、网络速度。而且虽然平均生活开销增加了，但薪资水准却没有对应提升。那么既然存不了什么大钱啊，比起买房子啊，或者是养孩子，大家宁愿拿去偶尔吃顿大餐、出去旅行，或者是在家里面的手游氪金。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不太符合社会对于大人的期待。许多人的父母辈呢，因为早出社会25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存下一笔钱买车、买房、结婚生子，当个真正的大人。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薪水扣除生活费就没有剩多少，每个月存的钱不吃不喝30年都不一定买得起房，根本没有本钱去追求大人的生活。而对某些人来说，结婚早已不在人生规划当中，不谈恋爱也没有关系。而至于工作，理想又不能当饭吃觉得工作的重点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跟娱乐。而当他慢慢习惯这样的想法，过得也还蛮快乐的时候，但偶尔看到身边的人走在相对正常或者符合社会期待的路上时，还是会突然呢不小心被刺激到，然后掉入一个自己怎么这么废的洞里面。从以前到现在，人跟人之间的比较一直都无可避免，但社群网站的出现开始让比较这件事情变得不太一样。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但社群网站出现之后，人与人的比较变得更容易，也更频繁、更激烈。许多人认为这其实才是造成青年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以前，除了时常联络见面的朋友，要知道别人过得怎么样，并不是特别容易。但有了社群网站之后，大家的生活近况，手机随便滑一滑就可以看到。但社群网站毕竟是个展现自己的地方嘛，许多人呢都是报喜不报忧，有的时候过得不是很顺遂，但也会选择呈现好的那一面。比方说，有个朋友突然宣布要去环岛2周，为紧凑生活充个电，让大家都很羡慕。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是因为被放无薪假，心情很差，又没有事做，才干脆出去走走。又或是有朋友突然宣布要多添一宝了，之后要更加油，获得了很多祝福。甚至有人猜测说，哇，他们能够养得起那么多小孩，经济状况应该很不错。那可能这一胎完全是个意外，很多原本的生涯规划呢，都因此被打乱。对当事人来说，这些发文可能有激励自己的效果，但对外人来说，却可能会误以为每个人都过得很棒、很充实，但只有呢自己过得很差劲。有些人可能会想，那就不要看，不要比较嘛，努力过好自己生活就好啦。确实有研究发现，减少使用社群网站的频率，还真的有助于减缓青年危机的状况。不过，除了少滑 FB 啊、IG 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吗？亚马逊的畅销作家亚当·波斯沃斯基呢，曾经在他的 TED 演讲当中分享自己面对青年危机的经验。他说自己曾经跟室友分享想要离职的事，但他的室友只是泼他冷水，告诉他谁不讨厌自己的工作，吞下去吧，这就是生活。但他后来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在听到亚当说想辞职的第一时间，就直接问他什么时候，让亚当开始去认真思考这件事情。他认为多认识这些有信念、积极的朋友，可以得到很多改变的勇气。而且他强调，决定改变之后，只要专注在自己的目标就好，不需要一直跟别人比较。而另外，英国格林威治大学长期研究青年危机的奥利弗·罗宾逊教授呢，同样也是建议大家勇敢去尝试新的事情，但给出更具体的指南。他建议大家呢，从小的改变开始就好，不需要一次就要做像是离职啊或是分手这种比较重大的决定。他建议可以先列一些清单，找出想要改变而且真的能去尝试改变的事之后，接着去衡量每件事情大概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再从那个最容易或牺牲最小的开始。而除此之外呢，他也建议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跟青年危机还有成人出显期有关的知识，多跟别人聊聊自己的问题，更认识自己现在的状态。有闲暇之余可以去做志工帮助别人，这会有助于摆脱觉得自己很没用的状态。那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哦。那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77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资讯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哦，我们之所以会开始研究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在好几次的会员投稿当中，发现好多20-30岁的年轻人都遇到了类似的困境。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哪个名词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级的困境？后来我们找到了青年危机这个字，而且呢，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非常认同罗宾逊教授说的，其实光是多了解一点点这个议题呢，心里面的焦虑就会舒缓很多。像是了解到青年危机其实很普遍，大家都差不多，可能就比较不会觉得只有
自己特别惨，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美好的生活刺激到。那当然，比较大概还是难以避免但我们觉得现代人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很多元，并没有一定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当个合格的大人。你可能还是会羡慕别人过得很好，但并不代表自己就过得比较糟。又或者是呢，你真的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卡住了，但你的生活方式说不定也是好多人内心默默羡慕的。但后来也许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自己过得还算不错嘛。那当然，如果你还是觉得想要改变，那也很好，不妨就试着先踏出小小的第一步，列出可以去做的清单吧。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觉得你有青年危机的状况吗？完全有，我的人生已经卡到要生锈了，并没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过得顺顺的。自己糟了，本来觉得没有，但现在好像有。我的年纪好像跟这个青年站不太上边，一起他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青年危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爱无能以及求职焦虑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